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南沙啊。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南沙的花园酒店，一个真正的花园酒店啊，圆明式的酒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园酒店的楼房建得非常的梦幻，非常的漂亮啊。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呢，主要就是因为停一个车。想呢，从这边走进去这边的滨江公园、滨海公园吧，修缮一新以后重新开张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车辆不让进去，所以我们只能把车停在花园酒店呢，走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逛逛。其实这边呢，依然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绿道当然，因为它区域比较大，变成了一个公园，就是滨海公园。你看有个导览图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看这个草坪，还有那种装饰的真的假的花朵非常的漂亮。好，我们今天呢就是到这边来尝尝鲜，因为这是10月1号国庆节才刚刚重新开张的一个公园。就以前我每次到南沙这边来骑行呢，那个滨海的骑行道虽然很漂亮但是到了公园跟前呢就会被拦住。就这个公园以前曾经开放过，但后来呢又经过了重新的长时间的整修，那现在呢又一次重新的开放，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就随意的走走吧。看到这里面的这些草坪呢重新铺设过了，感觉呢变成了一个西式的花园，这种感觉你可以看到像梯田一样的一层层的上去，种了一些像美人蕉这样的植物应该还没有开花。我们就到公园里面这边去走走。这个里面呢应该有一些区域是面江或者说面海吧，好像有一块地方呢也有一片的沙滩。现在到底什么样的模样呢？我们就到里面去探一探吧。这边还做了一些可爱的海豚的雕塑，我们来看看这个海豚的雕塑还是长得蛮可爱的。感觉这个里面并没有完全搞好。我看那些工人应该是中午时间了嘛，就在草坪上就这么躺着睡觉了。你看还有满地的垃圾没有被清走。就是这边政府的这个办事呢，一般都这样就是先把大的一个框架给你搞好，然后呢就宣布开张。但你真的要进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工程还在收尾，或者说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彻底的完工。你比方说像这些栈道就写着观海平台维修中，就这一句话就帮你挡在外面。
这边应该有一个小餐馆，但相信应该也没有怎么开张吧。甚至没有路可以上去。所以到了这边呢，我就觉得它这个公园说是已经开张了，但它的应该是外围的地方嘛，其实并没有真正搞好。我们继续到里面去走走吧。其实南沙呢，在珠江的出海口啊，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有着宽广水域的一片区域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适合这种休闲观光、发展这种旅游产业的。但是，好像在这方面的投入还是不够。虽然这些道路啊、绿化带，包括草坪，或者呢这些公园的模样都已经成型了，但却没有让人家到这边来玩了不想走的这些设施，所以这些体系呢还真的是没有完全搞好啊。所以其实现在与其说是一个公园啊，我觉得还不如说就是一片公共的绿地吧，就是把沿河的一些绿地啊做了一些扩展。这个公园呢应该围蔽了700余2年，然后呢我们也看看啊，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建筑物。我的左侧这个建筑物呢，看上去像一个会议的中心，正在开一个会，叫第16届建筑给水排水大会。就这个建筑物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搞成的啊。当然在这样的地方呢，还是应该是很受与会者欢迎的地方，因为在开会的间隙呢，就可以看看江、观观水，景色是不错的。就这边呢，做了一个小广场，然后一路可以看出去呢，就已经见海了。我记得以前曾经走过这里的，但是重新又搞了一下，花了很多钱。那最终呢，肯定把景观呢也做了一些提升。在宽阔的水域的边上，这边这个河岸的马路有很多的棕榈树，我看有些棕榈树应该是新种的吧，用了很多铁架子支撑着，怕被风吹倒了。包括这个马路边上的那种树啊，好像都是新种的，全部都是用那种铁杆支撑的。今天天气不错啊，气温呢也不是很高，应该25、6、27、28度吧。所以在这个江边走走，吹吹微风，不会觉得很热啊。而且这个公园呢，它也不让骑自行车进来。但是在这样的天气呢，就行走一下，我觉得也是有益身体健康。
而且也可以看一看重新修整新以后的这个滨海公园，觉得也不错。现在我走的这条步道的右侧呢，就是滨海叫海角汇客厅，而这个马路的左侧有更多的绿地草坪，很多树木呢应该以前就是有的，但是这个右侧这边呢就是彻底被打开了，就我在这条走道上来行走的时候啊，我可以看到右侧就是非常开阔的景观，一大片的水域啊，就一直可以看到南沙港，还有珠江出海口的停着的很多的货轮。就一直是有这么一种规划，就是沿着这个河边呢，会建一条滨江大道。这条滨江大道呢，一直从胶门水道的那个顶头啊，就一直会去到我们大桥那边啊，一共大概有10多公里的距离。其中呢，大部分的这个都已经完工了，但是仅剩了明珠湾大桥向北的这一段啊，还在计划之中。走到这里呢，我就感觉啊，这个滨海公园比以前呢，好像多了一些绿地草坪，成了一个敞开式的公园啊。就你的目光所及呢，就可以看得更远。但是地方呢，还是原来这个地方，所以进行了一些改造以后啊，跟原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可能最大的区别呢，就是靠江面水的地方呢，敞开的更大了一些，对，大家可以在更清水地方呢去走一走。但是很多观景的这种长廊啊，这种高台平台呢还没有开放，但是这边呢已经有了不少的旅游车、观光车组团来这边。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边你看啊，也有很多这种让你走路的石子路，就这种白色的石子路啊，在绿色的草坪边上蜿蜒向前，就导致还是有点情趣。我也在这个石子路上面借道走一下吧。前面的一片高坡啊，就满眼翠绿的，被树木覆盖的这个山坡呢，应该就是大角山。现在那边呢也在进行一个大角山隧道的施工，然后那山上那头呢，应该就是有天后庙啊。从天后庙望下去呢，景色是一流的。你看啊，这个天上很多人飞无人机，好多个，
其实这些无人机还是蛮好啊，飞到天空，可以俯瞰整个公园海滨。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起起伏伏的草坪。你看看这些草坪呢，这里做了一些层次感啊，跟后面的山坡呢，形成了一种叠翠的景象。而这个马路的外面呢，就是海了。海滨的风比较大啊，应该最起码有5、6级的风，所以我刚才看到飞的那些小无人机啊，抗风能力还行。小年轻啊，在准备防无人机一堆的设备。其实这上面还是有很多名堂的，你看啊，写了一堆的这些地标。往这边过去呢，就是天后宫的入口了。就在这个路口的边上啊，就是这个滨海公园的，算是一个进来的地方吧。看看啊，这个滨海公园的几个大字应该就在左前方了。我们去看一看，打卡，然后呢，再顺着这个滨海走回去。我记得以前叫大角鲨滨海公园，它叫大角鲨公园，但现在呢就变成了滨海公园这几个字。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滨海公园周围的环境。我身后呢就是滨海公园，这个以前叫大角鲨公园的这么一个公园啊。正对着呢就是天后宫的一个门，从这里面去呢就要进到山上天后宫那边。而这条路呢是非常漂亮的一条林荫道，就是
是因为大角山这个隧道的工程呢，现在这边基本上是没法通行的一个状态。应该说这是南沙这个濒临滨海的最美的一片区域了。前面呢就是去天后宫的路了，当然这边是不能进去的。我们在这边观望一下，你看啊，前面呢就是虎门大桥，一路这么过来，这个就是珠江的出海口的地方。这边稍稍还有一些沙滩，而前面呢那些塔吊地方啊，就是龙穴岛的南沙港码头了，还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地方。好，这就已经算来到了滨海公园的大门口了。然后呢，我就要沿着我左侧的这个沿江或者说面海的这个步道啊，再走回去。就这样的在风中走着，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公园完全应该开放啊，给大家骑车，甚至可以开车通过，因为这个路你看都是非常的宽敞，它就是一个给你骑行的这些道路嘛，但它就是不愿意开放给骑行者，这有些无奈啊。好，那我们就在这边看看海吧，这个海景还是很漂亮的。这边呢还打开了一个缺口啊，就让大家能够在这边更清水、更容易观看这些海湾的景色。好，我们就继续往回走吧。就南沙这边呢，虽然有沙质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的沙滩。你看啊，这些海边啊，都是一些乱石头。
我头顶上啊有好几个无人机在呜呜的飞啊。今天呢，因为不是周末，也不是节假日，所以总的来讲，里面的游人还是不是很多，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很远啊，满眼的绿色。现在中国的公园啊，最起码广州是如此，就他把这些公园里面的这种场地啊，更多的都是用草坪来铺设，而不像以前的都是灌木丛啊。而且呢，现在它有一个很 open 的这种景观，就是它会把这个景观打开，就变得呢，在更多的时候啊，你一眼可以望过去，可以望到很远，而不会被那些树木或者矮树丛阻拦你的目光。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也算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吧。就我感觉呢，有一点点偏西式的这种公园的氛围。这边应该是旅游车的一个停靠点，但是遗憾的呢是边上这些观景的长廊啊，这个平台呢都没有开放。现在呢，我又回到了清水的地方，对面呢就是南沙港的塔吊啊。这边呢应该都是一些湿地的植物吧。哎，前面还有个小岛啊。那边过去呢有个大桥，应该是福州大桥了吧。这边呢就是号称海角汇客厅。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工程啊，还在施工之中，并没有完全完工。
整个公园里面呢，还埋设了很多这种可以发声的喇叭。现在应该是播放的是国内歌手的歌曲吧，就不知道这个背景音乐里面会不会有侵权啊，涉及到版权的问题。这边呢，就是我刚刚从上面看下来的，像一个魔方一样的方块的雕塑，就看下来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小平台。那下面呢，其实都是一些湿地啊，就很多的植物呢是生长在水中的。这就是这一小片的湿地。以前呢，我知道是没有这个平台的，但现在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观光的平台。这边呢，就展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鸟类啊，到处都是，相信也是在这边经常出没的一些鸟类吧。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感觉呢，还是人工的这种装修的东西有点太多了，就其实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一些商业逻辑的因素在里面。然后本来这个上面的这个长廊是可以行走的，一直可以走到那头去。可惜这边呢就走不通了。好，那我们就走楼梯吧。就这样呢，在这个滨海公园里面啊，走了一圈，大概已经有30来分钟了吧。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凉爽天气走一走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也就是走一走而已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堂和花样。我就觉得我能不能不走常规路啊，就从这个会议中心看看能不能绕到花园酒店去。我的理解啊，这个建筑应该跟这个花园酒店是配套的一个会议中心吧。现在呢，应该已经从滨海公园走路到了花园酒店的里面了啊，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界限，都是在一个大公园的范围之内啊。看得出来，这边的工程有点马马虎虎，还有很多收尾没有完成。原来这叫南沙湾滨海会议中心。左边呢，风雨连廊啊，看看能不能去到花园酒店。环境也是很美的吧，就在一个小山路，在滨海公园里面有长廊，有这些会议中心啊，更多的这个花园，有很多的树木，也有盛开的花朵。就大家有空啊，或者说临近的
人们呢可以到这边来走一走，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看来这个长廊还相当的不错。我已经看到前面好像是连着这个花园酒店的，那我们可以走到花园酒店里面。我的车呢就停在酒店的停车场。走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花园酒店了。南沙花园酒店呢，是继广州的花园酒店之后应该是它的第2家的酒店，正如其名，真的就是在一个花园之中的酒店非常的漂亮。当然，如果南沙发展的更好，那相信这个酒店呢，它的业务也会做得更好。它这边应该分成2层，1楼呢就是开车可以到大堂的门口，楼上还有1层同样可以开车去到大堂的门口。那我们就从1楼这边进去吧。现在呢，进到花园酒店里面非常的凉爽。这边有不少的餐厅。2楼呢才是真正的大堂还是非常看上去讨喜的一个大堂。落地玻璃的阳光晒进来，这边还有个水池，本来应该是一个喷泉吧。整体感觉还是跟氛围非常的相符。好了，那我们就在这边结束我们今天在南沙滨海公园的闲逛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